童年怀旧糖果大盘点，快来投出你心中的 One Only Dance。玉米糖，它可是小时候的软糖之王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打开是这种硬的糖，吃起来还是玉米甜甜的香气，但是太硬，嚼不动，牙齿都觉得扫兴。爆炸果器，当年它在小卖部超有人气，外面一层白色的粉末很酸，舔一舔烦恼瞬间忘光。糖里面还有一些粉末夹心，边吃边往外冒泡，这大概就是快乐的味道。瑞士糖，小时候最喜欢的果汁软糖，它有很多种颜色，1毛钱就能买到2个，长得四四方方，酸酸甜甜，还带点酸奶味。学习的烦恼退。巧克力足球，据说它最早出道的名字叫哈哈球。撕开它的足球外衣，你就能看到它的真心，里面都是巧克力。它就是我童年对巧克力的最早记忆。小时候觉得它价格美丽，现在觉得它太过甜腻。棒棒糖，它是小卖部最早的镇店之王，哪家的小孩哭闹不完，那都要请他过来帮忙。其实它就是很普通的水果味硬糖，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可以慢悠悠把它吃完。猪油糖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用猪油做成的软糖。虽然有人觉得它恶心，但是在缺油少粮的年代，它深受男女老少的喜爱，柔软生香，还自带猪油的芬芳。二狗子就是靠它追到了隔壁的小芳。花生牛轧糖，它就是雪花酥的鼻祖，用花生、奶粉、棉花糖做成的一种甜点，据说最早产自西班牙，怪不得吃起来这么粘牙。曼妥思，当年他在学校拥有超级多的粉丝，但是因为价格偏高，买之前都要看看自己的荷包。我最喜欢葡萄味，嚼起来让人很陶醉，听说它只要遇上可乐就会变得很放肆，有没有人试一试？那些年吃过的怀旧零食，你吃过几种？一根葱，当年它就是凭借这个名字驰名村内外，吓退了一波不吃葱的小伙伴。打开里面就出来一根一根的，很像炸的微黄的葱白。小时候我弟很喜欢拿它当吸管喝水，这根葱吃起来非常酥脆，还带着一点葱香味，连平常不吃葱的小伙伴都对它很难抗拒。真香！哎呀，黄桃，人送外号锁喉王。当年我姐去小卖部买了2包，1包只要1毛钱。我看它肉质饱满，色泽鲜艳，馋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，迫不及待尝了一颗，感觉自己的喉咙就跟呛到水了一样，一直咳嗽，喝了几缸水都没缓过来。不过这个黄桃吃起来没小时候脆，也不锁喉咙了，略微带苦，还吃出来油漆的味道，我真的不爱。跟黄桃比起来，我们更喜欢买这种脆梅，它是我们这边的一种特产，用青梅腌制的，口感真的非常脆，味道酸酸甜甜，开胃又好吃。Nice。椰子糖，小时候不是谁家里都有糖果的，除非是逢年过节家里才会备。
所以平时嘴馋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花上1、2毛去小卖部买几颗糖果。这款椰子糖小时候可爱吃了，外面有一层糯米纸，里面是这种偏硬的软糖，非常耐嚼，有浓浓的椰子味，一颗能吃很久。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小伙伴喜欢吃呢？杂洋果子这个东西，以前小卖部管它叫红圆，1毛钱能买2颗。但是我记得小时候它是长这样的，不知道是不是老了，连颜色也变了，吃起来的口感也跟小时候不一样，里面是软软的、面面的，我都怀疑我是不是买错了，还是拿去送给闺蜜好了。绿豆糕，有人记得这种绿豆糕吗？包装的非常好看，里面是一小盒一小盒的。每次去小卖部，我都觉得这种糕肯定非常好吃，而我妈就是不给买。后来有人送了我们1盒，我打开一看，发现这个绿豆饼跟平常吃的饼很不一样，它竟然是一颗一颗的，一放到嘴里它就散开了，没吃出绿豆的香味，倒是吃出了一种嚼面粉的感觉。1小盒6小颗，吃完感觉就很腻了。玉米王子，玉米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变成王子，打开真的长得特别像我妈刷碗的海绵，拿起来轻飘飘的，吃起来没什么味道，很像以前吃过的玉米棒，就是它长这个样子，实在想不明白跟玉米王子有什么关系。油条，油条大家肯定不陌生吧？但是你们有吃过小卖部卖的油条吗？2毛钱1根，只有这个油条的1半大小，吃起来还是小时候的味道，偏甜口的油条，就是没以前吃的脆，上面这层面酥是5香的，还不错。当年要是有这盘大油条，隔壁二狗都得馋哭。手指饼干，这绝对是我小时候的爱，不过小时候都是散装的，没有这种独立包装，一根一根就像小木棍，吃起来又酥又脆，还有淡淡的奶油味。小时候放学嗦上几根手指饼干，我就觉得心满意足了。那些年吃过的怀旧零食，你没吃过吗？巧克力球，这款巧克力大家肯定不陌生吧？以前小卖部的最前面都会摆上一罐，花1毛钱就能买到2颗，外面是一层锡箔纸，打开里面就是巧克力。不过我记得小时候打开是长这样的，多年不见都变得这么白了，把白色的糖衣咬开，就能看到里面的巧克力啦。小的时候我弟特别爱买，我买的比较少，因为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外包装图案非得是足球呢？就不能是乒乓球吗？不然印个芭比公主也可以啊。烦死了！猪耳朵，小时候很喜欢的一款零食，我不相信还有人没吃过猪耳朵的，没吃过的扣个1，连8戒自己都不知道他的耳朵有一天会这么火。读高中的时候，经常有同学去买现炸的猪耳朵，还会带到班里跟同学一起分享，咸香酥脆，一口一个，完全停不下来。友谊的小船就在猪耳朵的加持下扬帆起航了。果然，想要留住一个人的心，就得先留住他的胃。饭来了，吃饭吧啊！酸果粉，酸果粉的前身其实是酸梅粉，我至今都搞不明白这种酸果粉的正确吃法是什么。它里面配的不是勺子，是小吸管。那时年少无知的我，拿出吸管往瓶子里一插，猛吸一口，差点没把自己送走。还好这酸果粉不是很酸，但是小时候总是吃一半，这吸管就堵住了。后来我弟提议把酸果粉倒进水里，这样就能变成美味的饮料，颜色看起来真不错，但是吸溜一下可真酸呐。剩下的粉还是倒瓶盖里慢慢舔吧。棉花糖杯，小时候想吃棉花糖，通常得是过年或是有大节日，村里就会有卖棉花糖的来摆摊。可是我一次都没有买过，因为每次想买，我妈都会说：“这个不就是白糖做的吗？就1勺糖，还卖那么贵，不买。”
直到有一天，小卖部出现了这个棉花糖，我二话不说，跟我弟一人买了一杯，小心翼翼地把棉花放进嘴里，不到3秒，棉花糖就消失了。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把剩下的棉花糖都放进嘴里，你就能体会被糖封印的感觉。原来我妈真的没有骗我，这口白糖我实在咽不下去。关刀零食，这款零食可以说是小卖部最大的镇店之宝，番禺的青龙偃月刀。不过小时候的关刀可没有这么长这么大，1毛钱就能买上一把。光刀里面装满了各种神奇的彩色豆，这可不是一般的豆，外面是一层糖，里面吃起来像爆米。只要干了这把糖豆，你就能够行走江湖，逐梦武林了。真的吗？风吹饼，风吹饼为什么叫风吹饼呢？小时候我觉得这饼肯定是风吹出来的，所以才能把饼做得这么薄这么脆。不过长大后的我觉得是因为这个饼很薄，风一吹它就动，所以才叫风吹饼。口感脆脆的，微甜，味道有点像米饼，又有点像玉米棒。不过我不是很爱吃，总感觉吃了跟没吃一样。果冻，这应该是小时候吃的最多的一款果冻吧。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当时的魔性广告，估计我妈也经常看到，所以她还挺乐意给我们买果冻的。打开先嗦掉里面的果汁，再享受丝滑口感的果肉，3两口就吃完了。不过我们更喜欢去小卖部买这种冻得硬邦邦的，2毛钱一颗，撕开表面有一层薄冰，可以用假牙抠着吃，也可以用勺子刮着吃，口感就像冰沙一样，吃起来非常满足。就是这个味道。干脆面，小时候干脆面可以说是火遍了大江南北，因为它里面不仅可以集卡片，还有机会可以中奖。大家为了集卡跟中奖，没少往小卖部跑。那时候买干脆面就跟大家买奥特曼卡差不多，打开先不吃面，先看看自己中奖了没。我目前的最高纪录是再来1包，虽然中奖很难，但是干脆面还是很香的。每一次我都是掰一半给我弟，然后把剩下的捶碎了吃，边吃边想，下次一定会中大奖。